电影结束了，《V 字仇杀队》是一部非常精彩的电影，而它讲述的故事本质上可能大家都再熟悉不过了，是人民推翻暴政压迫的故事。从古至今，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也始终都在讲述着人们反抗压迫、追求公平的故事。先看欧美的基督文化，其根基便是天赋人权、生而平等。如美国独立宣言开头第2段说道：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皆生而平等，享有造物主赋予给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才在人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利则来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然而，人类文明的发展却是经历着漫长而艰辛的斗争，与人人平等所对立着。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地方，或者当暴力欺骗得逞的时候，信奉弱肉强食的集权体制就有可能诞生了，如电影中的北方之火政权。历史上，如希特勒掌权的纳粹德国，如东条英机独裁下的军国主义日本，都在集权体制形成之后，权力野心过度膨胀，酿成了生灵涂炭的第2次世界大战。再如同斯大林的苏联、毛泽东的中共国、金日成的北朝鲜，他们一面有着强硬而风光的独裁领袖，带着光辉而具有欺骗性的口号，另一面对应的却是悲惨压迫着的成为牺牲代价的底层百姓。哪怕没有战争，却都出现了制造恐怖所需的大饥荒和大清洗，同样造成了一时惨绝人寰的屠杀。了解人类社会的苦难，就会明白，民主化的政治环境是如空气一般重要的存在，是使得人们免除恐怖与迫害的基石，它们保障了人们追求幸福的权利。我们可以感受到《V 字仇杀队》这部电影是具有超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故事的一些情节或细节都可谓经历了艺术化的加工，而其中的代表便是 V 本身，这如同超级英雄一般的存在。而 V 究竟指的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多人都能够想明白。其实正如 V 在电影中所说的告别语一样，在 V 面具之下的不只是肉体，还是一种思想，是一种不怕子弹的思想。一个 V 倒下去了，千千万万个 V 站起来。电影希望人们所铭记的便是 V 反抗压迫、追求平等、自由与爱的思想。而这样一部发人深省的好电影，也没有什么所谓少儿不宜的血腥和色情要素，为什么在中共国却被封杀呢？我们对比一下电影和现实中情节的相似之处。经过我的整理，电影的故事时间线是这样的：2014年，病毒袭击了圣玛丽学校，伊维的哥哥死亡。2015年，伊维的父亲死在镇压行动中，母亲死于被捕后的绝食抗争，伊维也被关押到少年改造营。2018年，同性恋演员 Valerian 死于进行生化病毒试验的集中营。18年10月5日，集中营发生了一场爆炸，V 得以逃出集中营，并开始策划复仇。2020年，伊维被释放出少年改造营。2027年，V 于10月4日晚邂逅伊维，10月5日凌晨，V 炸毁了法院。2028年，V 于10月4日就义，10月5日凌晨，国会大楼被炸毁，人们迎来了新时代。电影中提及的国家主要是英国的北方之火政权，还有遭受瘟疫和内战打击的美国，而这2个国度都经历了一场瘟疫。瘟疫最早爆发在英国的学校，继而传播到了美国。英国在高压政策和医药公司提前准备好的药物的帮助下，较早控制了瘟疫，而美国则承受了更大的灾难。在瘟疫之后，英国逐渐进入了持续的独裁统治，而美国则陷入了分裂和内战。这些是否与 COVID-19 的剧情有点相似呢？电影里的北方之火政权
通过恐怖暴力高压和谎言洗脑宣传控制奴役着人们。政权的领袖为大独裁者苏特尔，任何对苏特尔不是赞美的言行都要受到严厉封杀与惩罚。除此之外，有打手投资 Creedy， 分分钟就可以敲门查水表、送快递、献温暖。有新闻评论家是义正辞严带风向的党媒喉舌，还有主管意识形态进行洗脑的宣传部长，监控分析着人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有背弃信仰为专制残态站台的虚伪教宗，掩盖着北方之火对于底层人民的残害。也有为追求科研目的实际制造病毒成为国家暴力帮凶的生化科学家。可能令很多人大为震惊的是，剧情中实际研制并释放病毒的却恰恰是贼喊抓贼、外表光鲜亮丽的政府。这仅仅在本国都已造成10万人死亡的灾难制造者，不光借助所谓恐怖分子甩了锅，还反大赚一笔，并骗取了百姓的信任。 You think he's not watching over this country? How else can you explain it? He tested us, but we came through. We did what we had to do. Disease-ridden degenerates. They had to go. Strength through unity. Unity through faith. I'm a God-fearing Englishman, and I'm goddamn proud of it. I want everyone to remember why they need us. 这剧情是不是也有些似曾相识？对于守卫良心的节目主持人高登，他的下场是要不专心向老百姓提供审查后的无聊娱乐，要不就要接受被迫害甚至是死亡的结果。而热爱美好、向往自由的艺术家 Valerie 受到打压，追求自由、反抗强权的小女孩被夺去生命。这一切都同样能在神奇的中共国的土地上找到太多相似的人与事。V 字仇杀队重点强调了思想的重要性，电影里也多次塑造了政府对民众的信息监听与言论管控。在现实中，自1998年起，中国共产党便为了管控思想而开始修建闭关锁国的巨大防火墙，和北朝鲜一并成为全球信息审查最严格的2大强国。而中国老百姓只能活在一个到处充满党支部、审核员、网络警察的监狱式信息环境中。做网站需要通过公安系统备案，翻墙浏览境外平台属于违法。但凡说了共产党不喜欢的话，不光要删除文章、封禁账号，更是哪怕跨省跨国都有可能被抓捕关押。中国的社交软件平台不光必须内置关键词审查，还要有人工智能语义图片分析，以及大量网军、五毛、劳改犯作为人工监控审查的监视力量。与此同时，中国安装的摄像头数量即将到达10亿台，占全球超过半数，包揽全球监控最严密城市的前5名。这些无孔不入的监控几乎时时刻刻掌握着老百姓的一举一动，虽然一样没办法帮助人们找到被拐卖甚至是割走器官的孩子，也同样没办法暴露高官、警察和大型犯罪集团的罪行，因为到这些时候摄像头便大概率会失灵。但是呢，倘若你的行为有可能会触犯到这个党的统治，或者触犯红色家族的利益，你便即刻会被大街小巷的摄像头捕捉并人脸识别，哪怕跨省抓捕也绝不会放过。 Late last night from apparent heart failure. An extraordinary talent. She's lying. He dedicated his life to his country How do you and know? his beliefs. She blinks a lot when she does a story she knows is false. And it came as no surprise to those who knew him that his 在对于假新闻由常眨眼的新闻主持人轮番播放的 BTN 节目中，死无对证的所谓恐怖分子背负起了政府的投毒罪名，其前后有诸多蹊跷的事件发生。而对于起于武汉爆发的新冠瘟疫，也有着诸多令人浮想联翩的惊人事件。19年9月18日，恰恰就在武汉的天河机场，
开展了新冠病毒的感染模拟演习。19年10月17日，目前所知的最早病人在武汉确诊。20年1月1到3日，李文亮等人被轮番训诫为造谣，并被迫签署训诫书。不晚于20年1月5日，武汉生物所已开始正式研发针对新冠传染病毒的疫苗。20年1月11日，国家当局关闭了把病毒基因组擅自告知世界的实验室。同样在1月11日，武汉市卫健委通报表示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20年1月19日，表示不排除病毒有限的人传人可能，但持续人传人风险较低，疫情可防可控。20年1月20日，首度正式承认人传人。20年1月25日，宣布中国疾控中心成功分离出中国首株新型冠状病毒毒株。20年的2月26日，第一批正式疫苗以超越人类认知的速度成功生产下线。直到20年2月18日，还在连续多日批评外国个别政府采取了错误的、过度的旅行限制措施。直到20年12月，民主国家的调查团队也依然没有获得前往武汉调查病毒源头的许可。我们都能想到，倘若中共能保持多一分信息的公开透明，能不去训诫吹哨人封锁言论，不去谴责其他国家防控过当，有太多行为都能够大大减少全球染疫和死亡的人数。然而一切事情就这么发生了，如中共官方所说的，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他们获得胜利了，而且双赢的赢了2次，成为了这次新冠瘟疫的最大受益者。但是对于那些失去正常生活的所有普通人，对于染疫的痛苦的死亡的人们，他们又是谁的代价呢？我们要知道，政府和国家是应该为了保护人民而建立的，权力归根到底属于每一个公民，老百姓应该监督政府，把他的权力关进笼子里，而不是政府动辄就可以用寻衅滋事等荒唐的罪名把老百姓关进笼子。V 字仇杀队的编剧与监制为大名鼎鼎的华卓斯基姐妹，这2个不拘一格的哲学大师还曾拍出过同样反对压迫并带有强烈宗教哲学气息的《骇客行动》和《云图》，分别讲述了抗击机器程序统治以及推翻未来政府的故事。 And by each crime and every kindness we birth our future.而类似的电影还有乌克兰人民把独裁总统亚努科维奇推翻的《林东烈火：乌克兰为自由而战》，又如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改编的同名电影。还有中国那位有骨气的姜文导演也有相应的代表作《让子弹飞》，更有韩国人纪念他们学生为代表发动抗争的光州民主化运动与6月民主运动，也曾有过士兵向学生开枪死伤100-200人的暴行和惨状。然而终于还是还给了抗日这么一个公道，还给了韩国人民一个自由民主繁荣的国家。发起屠杀的独裁者全斗焕曾被一度宣判为死刑，也建立而延续起直到今天的第6共和国及大韩民国。
不过让人唏嘘的是，除了让子弹飞，叙事方法巧妙，故事隐喻耐解读，通过了审查，站着把钱挣了之外，这些歌颂民主抗争运动的电影，在今天的中国也几乎都是被封锁的禁片。30多年前，在中国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发生过以学生为代表追求民主的抗议活动，正如电影里那些戴上 V 面具的人们。不过那时没有一个超级英雄出现，而只有露出狰狞獠牙的邓小平和李鹏们。他们像魔鬼一样命令军队屠杀了本是中华脊梁的学生与市民们。20多万戒严部队从不同方向向天安门广场推进，解放军官兵对沿途抗议的学生和市民开枪，北京城彻夜枪声不断。这场运动直到今天也依然被污名化和隐瞒化。鲁迅先生的作品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更深刻地引人沉思。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子期也并非现在的新东西，现在只不过日渐其明显，笼罩了一切罢了。然而在这笼罩之下，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的中国人在。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做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污蔑。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插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惧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V for Vendetta 是不是恰好对今日今时的预言之作呢？让我引用电影导演詹姆士·麦克特格评价电影剧本的话：我们感到这部小说对时下的政治氛围颇有先见之明。它表现的是当政府不再听取民情，社会完全由政府管控时的情形。若领导者不再听取人民的声音，我不认为片中的场景不会真实发生。何以為信念從沒對後？何解血在流，但邁進聲響頭，見自由光輝香港，在晚星垂落黃夜，迷霧裏最遠處誰來無角色可自由來齊集這裏，我全力抗拒勇氣。
至少我个人希望所有被病毒影响生活的我们，希望你与我都能得到一个合理的说法，让正义女神像所代表的公平公道真正的还于人世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情爱分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是负动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驾粮之船多于机上之宫女，钉头鳞鳞多于载鱼之粟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履，直栏横剑多于酒土之城郭，管弦欧雅多于世人之言语，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戍足教，函谷举，楚人一句，可怜焦土。Remember the 5th of November, the gunpowder treason and plot. I know of no reason why the gunpowder treason should ever be forgot. 希望更多人永远记住V 的思想，它应当是我们每一个人。For what? No matter what you do, it will never amount to anything more than a single drop in a limitless ocean. What is an ocean but a multitude of drops?